大家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，但我国的烟民依然有增不减。对一些老烟民来说，可以3天不吃饭，但不能1天不抽烟。对他们来讲，虽然知道抽烟危害身体，但恶果没有降临在自己身上，也就仍存有侥幸心理，更不愿意戒烟。旁人劝戒烟，他们往往听听就过去了，并不放在心上。对于实在戒不了烟的人，为了家人的健康，为了给家人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，也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，尽可能的减少抽烟对身体带来的伤害。这里劝告各位别在这5个时间点吸烟，烟瘾再大也要忍住。提醒经常抽烟的人，如果戒不了，尽量别在这5个时间吸。要知晓，早上刚起床不要抽烟。人体在经过1晚上的休息后，早上的血液粘稠度一般比较高，血液循环也比较慢，身体需要慢慢恢复至正常状态。倘若早上醒来就忍不住拿出烟抽，这时候更容易使烟草中的尼古丁、焦油等有害物质进入体内，进入血液，并随着血液流向身体各个器官，尤其是肺部。此时抽烟给身体带来的伤害，或许要比平时高好几倍。因此建议，晚上睡觉前不要将香烟放在自己随手可拿的地方。早起后对身体好的做法是，先喝杯温开水，有助于稀释血液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身体好。刚吃过饭不要抽烟。许多烟民吃过饭后都会不自觉地拿出一支烟开始抽，如果哪天没抽，就像是少做了一件事一样，浑身难受。抽完烟则感觉舒服极了。大家知道，刚吃过饭，食物进入体内需要消化，因此血液循环也就比较快。此时抽烟，烟草中的有害物质进入体内，混入血液，更容易被身体一同吸收。另外，进食后体内热量大增，是肠胃快速运行的时候，吸烟可能影响食物消化，时间一长，致使肠胃功能紊乱，伤害肠胃，伤害肺部，也伤害身体其他器官。晚上睡觉前不要抽烟。现在生活节奏快，许多人可能从早上睁眼起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各种工作活动，一直到一天的工作结束，甚至晚上还要熬夜加班。临睡前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，有些人会随便翻看下手机，今天的新闻、朋友圈的动态等等。还有些男性朋友就习惯睡前抽支烟。睡前抽烟的行为是极其不好的，一方面会让香烟的有害物质停留在口腔中，时间一长，牙齿变黄，口腔内也容易滋生更多有害细菌。另一方面，睡前抽烟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，更加伤害身体，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喝酒的时候不要抽烟。男性朋友聚会的时候，餐桌上往往少不了2样东西，就是酒和香烟。有些男性还喜欢喝酒的同时边喝酒边抽烟，然后慢慢品烟酒的味道，感觉很是惬意。其实这样做只会给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。香烟和酒本来就是对身体有一定害处的物品，同时使用，两者毒性共同伤害身体，长期下去，肝脏等器官自然会生病。晚上熬夜加班不要抽烟。如果白天工作没有顺利完成，晚上加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加班一小会还好吗？若总是加班到深夜，人难免会产生焦虑负面情绪，这时候许多人便会选择抽烟来转移注意力或减轻压力。但是熬夜加班的时候，身体本来就已经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，再加上抽烟，更是加重身体负担，增加患疾病的风险。以上所讲，爱抽烟的朋友要牢记在心，尽量不要在这5个时间点去抽烟。在当今社会中，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，在公园里，在操场上，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身的队伍中。人们或者跑步，或者跳操，或者快走，他们的脸上带着笑容，整个人的状态都是神采飞扬。在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老年人，他们虽然身材不再挺拔，步履不再矫健，但他们带着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有着别样的风采。在民间常听说人老2年坎，迈过就长寿的说法，这2个坎就是73岁和84岁的2个年龄节点。我们虽然无法掌控生命的流逝，但作为晚辈，我们应该给予老人足够的关爱，帮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晚年。那么在这2个时间段又该如何保养自己呢？01健康生活。有一句话说，最好的补品永远在厨房中。有些老年人总是信奉补品，他们用积攒了半辈子的钱买回各种补品，希望能够健康长寿，但他们忘记了，
五谷杂粮才是最好的营养品。中医讲究的是药食同源，很多平时很常见的食物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只要能够均衡饮食，不挑食，不偏食，有节制，就能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。除了饮食方面，充足而良好的睡眠也非常重要。按时作息，不赖床，不熬夜，保持固定的作息时间，晚饭不过饱，睡前喝点热牛奶，用热水泡脚，听听舒缓的音乐，都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睡眠。人到老年，应该努力维持正常、稳定的生活节奏，早睡早起，按时吃饭，饮食均衡，这些就是健康的基本保证。02保持乐观。年轻时，我们总是在为了各种事情烦恼，工作上的，生活中的，也因此生活忙碌而烦恼。当我们老了，再回头看，我们才会发现，所有烦恼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名和利。我们希望我们负责的项目能够顺利完成，希望我们能在工作上有所突破，希望全家人身体健康，生活安康。这些烦恼都很正常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学会忘记，保持乐观的心态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，对7万多名志愿者进行了长达30年的追踪随访，发现保持乐观心态的男性和女性平均寿命分别延长 11% 和 15%。 乐观的人，不管生活中遇到了什么，他们都会笑着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现在一切都很好。他们能笑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乐观也成为了他们健康的基石和保证。他们的免疫系统更强大，能够更好的抵御感染和疾病，也能扛过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和艰难。03积极锻炼。人生贵动，不在静，即使到了老年，身体没有年轻时那么灵活，也一定要保持运动的好习惯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，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，或者在公园中慢跑，或者每天到户外做简单的伸展运动。无论哪种方式，当我们身处美丽的大自然中，我们就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也能汲取自然界的种种能量。看看身边的那些老人，不难发现，有着良好健身习惯的老人，他们大都面色红润，精神焕发，整个人由内而外的散发着活力。因此，人到老年，千万不要犯懒，动起来吧，才能让自己更健康。老年阶段，身体会面临各种疾病和不便，我们诚然改变不了岁月在身上的痕迹，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习惯和心态。从当下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锻炼，好好生活。要知道，黄昏也自有一番美丽。我们纵使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最美的风景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健康已经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然而，许多人往往忽视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，这些小习惯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今天，我将分享5个简单却非常有效的健康小习惯，让你每天都能焕发活力，远离疾病困扰。1. 早晨一杯温水，开启活力一天。你是否知道，一天的健康从早晨的一杯温水开始？经过一整夜的休息，身体处于轻微脱水的状态，这时候喝一杯温水，不仅能有效补充水分，还能帮助身体排毒，促进新陈代谢。如果你在温水中加一片柠檬，效果会更佳。柠檬中的维生素 C 能提升免疫力，帮助清除体内毒素。2. 坚持适量运动，让身心保持最佳状态。运动不仅能塑造完美身材，更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关键。每天坚持30分钟的适量运动，无论是快走、慢跑，还是瑜伽、健身操，都能有效提升心肺功能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。更重要的是，运动能让你释放压力，提升精神状态，让你整天都充满活力。3. 多吃天然食物，远离加工食品的咸。现代饮食充斥着大量的加工食品，这些食品通常含有高糖、高盐和大量添加剂，长期摄入对健康极为不利。想要保持健康，关键在于多吃天然食物，如新鲜的蔬菜、水果、坚果和全谷类。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，能有效增强免疫力，维持身体平衡。4. 充足睡眠是最好的修复良药。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和恢复的重要环节。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，可以帮助你恢复精力，提升免疫力，增强记忆力。睡前1个小时尽量远离电子设备，创造一个安静、舒适的睡眠环境。
这样你才能真正享受深度睡眠带来的好处。5. 心态平和，健康长寿的秘诀。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强壮，还包括心理上的平和。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问题日益严重。学会放松自己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能有效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。每天花点时间冥想、听音乐或与朋友家人交流，都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好方法。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这些简单的小习惯看似平凡，但只要你坚持下去，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健康变化。从今天开始，尝试将这些习惯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吧。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变得更加健康，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焕然一新。让我们一起迈向更加健康的生活，共同追求内外兼修的活力人生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，尤其是在饭后的一些行为，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。以下7种常见的饭后小习惯，看似无害，实则暗藏健康隐患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优化我们的生活，让健康从改变饭后习惯开始。饭后饮浓茶，解腻还是添乱。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，饭后一杯茶似乎成了许多人的习惯，尤其是吃了一顿油腻的大餐后，一杯浓茶下肚，仿佛就能瞬间解腻。然而，这个习惯实际上并不健康。浓茶中的单宁酸与食物中的蛋白质结合，形成难以溶解的沉淀物，不仅影响蛋白质的吸收，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。此外，茶叶中的鞣酸会与食物中的铁质结合，干扰铁的吸收，长期如此，容易引发缺铁性贫血。优化建议：饭后至少等待半小时再品茗，选择淡茶更为适宜。淡茶不仅可以促进消化，还能提神醒脑，是餐后不错的选择。饭后大量饮水，助消化还是伤肠胃？饭后喝水似乎是件很正常的事情，但如果你一次性喝下大量水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饭后立即大量饮水会稀释胃液，降低胃酸浓度，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和吸收，容易导致腹胀、腹痛等不适。优化建议：饭后如果感到口渴，可以适量饮水，小口慢饮，避免一次性喝太多水，这样既可以满足身体需求，又不会对消化造成影响。饭后吃水果，美味还是负担？很多人喜欢在饭后吃些水果，认为这样可以助消化，但实际上，饭后立即吃水果会增加胃的负担，影响消化功能。此外，水果中的糖分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，容易发酵产气，导致腹胀、腹泻等症状。优化建议：水果的最佳食用时间是在饭后2小时或2餐之间，这样既可以享受水果的美味，又能避免给胃部带来额外负担。饭后高歌，放松还是紧张？饭后唱歌似乎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方式，但实际上，这个习惯并不利于健康。饭后，血液主要集中在胃部，大脑供血相对减少，此时唱歌会使大脑兴奋，导致血液流向大脑，胃部血液供应不足，影响消化。优化建议：如果想饭后唱歌，建议至少等待1小时，让食物得到充分消化后再尽情高歌。饭后驾车，安全还是隐患？饭后立即开车，由于大脑供血减少，反应能力下降，容易导致驾驶失误，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。优化建议：饭后至少休息30分钟再开车，确保行车安全。尤其是司机朋友们，更应注意这一点。饭后运动，健康还是伤身？有些人认为饭后散步有助于消化，但实际上，饭后立即进行剧烈运动，会使大量血液流向运动系统，导致胃部血液供应不足，影响消化功能。对于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胃下垂等疾病的人群，以及做过胃部手术的人，饭后立即运动尤为不利。优化建议：饭后想散步，最好休息10到15分钟再开始。如果吃得特别饱，可以适当延长休息时间，让食物得到充分消化。总结：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于日常的点点滴滴，改变饭后不良习惯，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一起关注饭后的小细节，为健康加分。健康确实是咱们生活的基石，没了它，其他啥都是浮云。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得像加了速，每天忙得跟打仗似的，吃饭睡觉都不规律。这样的生活，时间长了，身体不抗议才怪呢。所以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，拿起保温杯，泡上枸杞，慢慢悠悠地享受生活，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养生这事儿得持之以恒，
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搞定的。下面给大家分享5个养生小习惯，坚持下来，身体自然棒棒哒。习惯1，抓住早晨的黄金时间，开启完美一天。早晨这会儿简直是天赐的礼物，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能让你一整天都精神百倍。建议早上尽量自然醒，如果非得靠闹钟，也别一响就跳起来。可以先伸个懒腰，踢踢腿，活动活动脚趾头，让自己清醒清醒，然后伸伸手臂，拉伸一下。起床后喝几口温水，这样不仅能帮助消化，还能让你口气清新，血管也舒坦，不会那么黏糊糊的。习惯2，按时吃饭，别吃太撑。忙起来的时候，吃饭时间都不固定，有时候下午3点才想起午饭没吃，或者不饿，就干脆省了。这样可不行，时间长了，身体会抗议的。按时吃饭，别吃太撑，这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每天3餐定时定量，喝酒也要有度，这样身体才能保持最佳状态。习惯3，早睡早起，保证睡眠充足。熬夜这事儿真是健康的大敌，新闻里经常看到熬夜搞出问题的，所以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，坚持早睡早起，让身体和大脑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。万一真有事儿得熬夜，那就先睡一觉再说，这样效率高，身体也扛得住。习惯4，抽空运动，让身体动起来。再忙也得抽时间运动，这对身体好，预防疾病，哪怕只是散个步也是好的。散步不仅能锻炼身体，还能让大脑放松，说不定走着走着灵感就来了。很多大佬都喜欢散步思考问题，这可是个双赢的健康管理法。习惯5，保持好心态，乐观面对生活。心态这东西对咱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有影响，心态不好，压力大，身体也紧张，各种问题就来了。所以保持个好心态特别重要。乐观积极的心态不仅能减轻心理压力，还能让身体更健康，生活更美好。到了40-50岁之后，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开始走下坡路，进入了衰老加速期。由于全民健康意识的增加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养生。确实，正确的养生方式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，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。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存在错误的养生方式，如果继续坚持这些错误的养生方式，可能会出现越养生越伤害身体的现象。因此，对于一些错误的养生方式，我们一定要有所了解。接下来，李医生就一些错误的养生方式给大家做一个纠正，同时给大家提供一些健康的养生建议，帮助大家更加健康的生活。这些错误的养生方式要注意。关于养生，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，养生并没有错，好的养生方式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有一定的帮助。目前这几种常见的养生误区我们要尽量避免。提起泡脚，不少人认为每天泡脚就能促进身体健康，但是泡脚养生是有一定条件的。对于适合他的人来说，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保持身心的放松，提高睡眠的质量。但对于不适合他的人来说，泡脚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哪些人不适合通过泡脚养生呢？对于患有严重心脏病、静脉曲张、血栓以及糖尿病足等人群，不建议通过泡脚来养生。建议大家在选择泡脚养生时，首先要看看自己是否适合，就算适合也要控制好泡脚的温度，泡脚的时间也不要超过20分钟。不知何时，刮起了吃素养生的风，大肆宣扬辟谷，提倡吃素不吃肉，甚至更过分的说鸡、鸭、鱼、虾、蛋奶等等都不能吃才是养生。这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吃素就是养生，吃素可以降血脂。但李医生想告诉大家，只吃素不吃荤并不是养生，依靠不吃肉来达到降血脂目的也不科学。相较于肉食来说，素食的热量更少，饱腹感较低，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就会加大主食的摄入量，而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会转化为甘油三酯，也会升高血脂。而且如果长期不吃荤，导致体内的优质蛋白不足，很容易出现贫血、肌少症，引发营养不良、骨质疏松等问题。因此荤素搭配才是正确的养生方式。一些人认为早上的空气更好，更适合早起锻炼，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由于睡眠时间的减少，很多人选择天不亮就起来锻炼身体，但并非越早锻炼越好。清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而是最多的，在晨练时很容易造成缺氧，特别是身体素质较差的老年人，此时正处于空腹状态，很容易引起或加重贫血、冠心病及高血压等疾病。所以
对于晨练的时间可以选择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，此时大多数人都已经吃过早饭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空气也更好，更适合锻炼。关于运动养生，也提出了很多方式。一部分人认为爬楼梯是很好的运动方式，只要长期坚持可以增强心肺功能。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爬楼梯也是不适合老年朋友的养生方式，因为老年人群体的膝盖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老化，在爬楼梯的过程中，膝关节承受着较大的压力，还可能会加速膝盖的磨损，长此以往，很容易引发关节疾病。因此，老年群体并不适合爬楼梯养生。李医生建议，老年朋友尽量选择运动强度不太大的方式来锻炼，在锻炼的过程中也要控制锻炼的时间和安全性。无论是有没有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，都希望能够预防和治疗疾病。利用这种心理，保健品市场应势而生。这些保健品打着补充各种营养物质，增强抵抗力，有病治疗，无病预防的口号席卷中老年市场。一些保健品可能对人确实有一定的好处，但保健品市场良莠不齐，还是要擦亮眼睛。而且过度依赖保健品也不是健康的养生方式。相较于服用保健片来养生，李医生更建议通过合理的饮食以及锻炼来健康养生。老年人如何健康养生，更加高质量的活着？首先，对于健康养生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做到定期体检，对于衰老不惧怕，对于疾病不恐惧，积极的调整心态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其次，健康的养生要进行适量的运动。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养生并非躺着不动，适度的锻炼反而更加健康。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一些运动强度不大的有氧运动来锻炼，像走路、打太极、踮脚尖等都是比较适合老年朋友的运动。另外，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健康的养生方式。建议老年朋友在饮食上要荤素搭配，健康饮食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，注意个人卫生。医生有话说，总之，正确的养生要选择健康的，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。只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进行适量的运动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相信大家都能够健康养生，更加高质量的生活。